从3年亏损9亿元到单日卖出52万，打破全球纪录，达美乐是如何在中国逆风翻盘的呢？2024年12月，达美乐沈阳首店开业。开业当天，沈阳万象汇商场就被达美乐的排队顾客堵得水泄不通。有消费者表示，为了吃一口披萨，足足花了5个小时，先花3小时排队，再等1小时制作，最后取餐，再排半小时，才能顺利吃上披萨。光是这一天，达美乐就爆卖了52万，刷新了达美乐在全球单日业绩的记录。可早在2年前，达美乐还一直处于亏损状态，知名度也远不及老对手必胜客。但在进入中国市场近30年后，达美乐成功上演了一场华丽的翻身战。2024年，达美乐全年实现总收入43.14亿元，同比增长了41.4%，这也是自2023年上市以来首次实现扭亏为盈。截止到目前，达美乐全球门店2.1万家，光是中国内地市场已经开出1198家门店，预计2025年继续扩张。而在今年第2季度，达美乐全球2万1000多家门店，单是销售额排行榜前50位中，中国达美乐就占据48席。有人说达美乐正在被中国抛弃，也有人好奇，短短2年时间，达美乐究竟是如何在中国市场实现翻身逆袭的呢？1960年，在美国密歇根州，汤姆·莫纳汉和哥哥詹姆斯·莫纳汉花500美元买下了一家名为多米尼克的披萨店。刚开始，兄弟俩的经营并不顺利，詹姆斯便选择了退出，而汤姆只能独自扛起这家小店。他发现当时的披萨店大多专注于堂食，外卖服务并不完善，于是他果断将重心放在外卖业务上，并喊出了30分钟内送达的口号。这在当时的美国披萨市场绝对是一个大胆的尝试。当时的达美乐表面上是一个餐饮公司，实际最大的部门却是 IT 部门。为了实现短时间配送服务，达美乐还搞出了全球首个无人机配送披萨的公司，同时还对披萨的制作流程进行了优化，简化了菜单，只留下几种经典口味的披萨，同时还对门店选址做了精心规划，尽量选择在人口密集、交通便利的地方，以便快速配送。到了1978年，达美乐已经拥有200家门店。为了打响知名度，达美乐将门店开出全球。1997年，第一家达美乐在北京开业。当时的中国披萨市场虽然有巨大潜力，但早他7年进入中国的必胜客已经凭借家庭消费的定位，在消费者心中牢牢地刻下了披萨等于必胜客的印记。再加上达美乐保守的发展策略，以及为了速度牺牲了口味，将披萨中的配料换成了冷冻、罐装，甚至是预制食品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达美乐都被公认为是全球最难吃的披萨，而它的门店增长数量就跟蜗牛爬行一样，迟迟上不来。随后，中国本土品牌尊宝披萨出现，更是一度抢占了市场份额。据数据显示，2022年尊宝披萨的门店数量已经超过2000家，然而达美乐门店数量仅有588家，其中有1半的门店都开在北京、上海。为了适应中国市场，达美乐尝试推出符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披萨，什么海鲜披萨、鸡肉披萨，但效果却一般般。一直以外卖为主的达美乐之后又开始注重堂食，在门店装修和服务上都做了升级，但知名度太低，这些努力最终都成了徒劳。之后，国内又出了一大批9块9吃披萨、59元吃披萨自助等，更是让达美乐在中国的发展举步难艰。从2020年到2022年，达美乐中国的财报上一直都笼罩着亏损的影子。2020年净亏损2.74亿元，2021年亏损扩大至4.71亿元。2022年虽有所收窄，但仍亏损2.23亿元，3年累计亏损超过9亿元。而达美乐的亏损主要集中在它独特的运营成本。首先是门店运营上，达美乐的选址都集中在人流量大且消费水平较高的地段。2020年至2022年，其租金开支分别达到1.37亿、1.8亿、2.17亿，占同期总收益的12.4%、11.2%及10.7%。再者是配送费用，达美乐为了保证能及时配送，自建配送团队，这使得员工薪酬支出成为成本的大头。招股书及财报显示，2019年到2022年连续亏损期间，达美乐员工薪酬支出占总营收的比例分别高达40.1%、42.5%、43.7%和38.8%，远高于原材料及耗材成本、租金开支。对比其他快餐品牌，达美乐光是员工薪酬占比就高出同行平均薪酬的10%。然而，就这样连续3年都在亏钱的达美乐，突然就抓住了中国消费者的胃。不少人开始疑惑，从赔钱到赚钱，达美乐到底做对了什么？其实达美乐也深知自己的困境是在于市场定位的不准，于是他果断将自己定位为披萨外卖专家，试图将经营重心转向外卖业务。为此，达美乐还推出了极具吸引力的30分钟必达，否则免费的承诺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门店销量急速增长。为了确保能够按时送达，达美乐在门店选址上可是煞费苦心。2017年之前，达美乐的门店只开在北京、上海等1线城市。2022年后，达美乐把目光转向了非1线城市，比如嘉兴、合肥、南通、扬州等。而每个新店的选址都要经过详细的市场调研，包括店铺周围的消费者画像、外卖市场潜力、街道排布以及交通路况等因素都要纳入考量。同时，达美乐还为骑手制定最省时的外卖配送路线，来提高配送效率。这样一来，即便必胜客、尊宝披萨都有外卖业务，但速度和服务上却远不及达美乐。在配送过程中，达美乐还非常注重披萨的品质保障，因为披萨是一种热食，温度对口感的影响很大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达美乐专门设计了保温包装，能够有效保持披萨的温度和口感。同时，达美乐还对配送时间进行了精细的划分，10分钟用来制作披萨
20分钟用来配送外卖，在这20分钟的配送时间里，8分钟是规定配送时间，7分钟是为了应对各种突发交通状况预留的备用时间，还有5分钟时间可供洗手回旋。通过这样严格的时间管理，达美乐成功的让消费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享受到了披萨。除了精心选址和规划配送路线外，达美乐还采用了大量的兼职员工来充实配送队伍。以2021年年底为例，达美乐正式员工总数为2991人，平均一个店6个员工，而兼职人员达到9271人，几乎是正式员工的3倍。其中一部分兼职人员就是骑手，而达美乐选择用这些兼职员工，既满足了配送业务的人力需求，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力成本。当达美乐走出北京、上海，靠着及时配送和品质保障，短短2年时间，在中国就获得了大量的达门信徒。也就是说，下沉市场是救了达美乐的关键。而之后的达美乐在全国各地的销售业绩也一路猛上，在长沙首店开业当天，销售额就突破30万，而西安首店开业首日，销售额飙升至32万，1周后又涨到37万，不断刷新纪录。在沈阳的首店开业当天，销售额就高达52万，打破了全球单店单日业绩纪录。以80元的客单价和12小时的营业时间来计算，沈阳单日52万的销售额，相当于每分钟就得卖出将近9张披萨，这速度简直让人啧舌。不止如此，在新拓展的武汉、济南、成都、青岛、温州及常州等城市，达美乐每家门店平均日销售额达46660元，增长势头十分迅猛。2021年，达美乐终于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双增长，成功扭亏为盈，也证明了那句只有不好的品牌，没有不好的市场。